大家好，欢迎回到汉语慢时光，我是王宇。今天这一期，我想跟你聊一件看起来非常普通，但真的发生之后才发现一点都不简单的事。那就是第一次被中国朋友请到家里吃饭。如果你是外国人，或者你正在学中文，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特别的，不就吃个饭吗？人坐下来吃饭、聊天、回家。但我要说一句很诚实的话，当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你身上，而且你是用中文在中国，在别人家里完成这一整套流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太多细节了。而且很多细节不是当下让你觉得哇好震撼，而是过了几天你突然想起来才慢慢明白的那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一个中国朋友跟我说，周末来我家里吃饭吧，我妈做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特别轻松，就好像在说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而我呢，表面上非常自然地回答了一句好啊好啊，但实际上我心里在想的是晚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去，而是因为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了无数个问题，比如我要不要带东西，带水果够不够，要不要买点贵一点的，要不要准时，是早到好还是晚到好，进门要不要换鞋，要不要帮忙，我能不能坐着，我能不能夹菜，我能不能吃很多。你会发现这些问题用中文都不难问，但真正难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到了那天，我提前半小时就开始紧张了。我站在家里，看着桌子上的水果袋，又检查了一遍手机，又看了一眼时间。我心里一直在重复一句中文，应该没问题吧。这句话很有意思，应该没问题吧？你在中文里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默认可能会有问题。路上，我坐在地铁里，看着对面一家三口在聊天，小孩在吃零食，妈妈在提醒他不要掉在地上。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对他们来说，去朋友家吃饭是一件非常日常、非常熟悉的事。但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没有人给我说明书的小型考试。到了小区门口，我给朋友发消息，我到了。他回得很快，好，上来吧。这句上来吧，我后来想了很久，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它背后是一种默认。默认你知道怎么进小区，怎么上楼，怎么找到门，怎么按门铃。而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在自动播放中文。你好，我是王宇，打扰了，这是给你们带的水果。你会发现，你还没进门，中文已经开始工作了。门一开，他妈妈站在门口，第一句话不是你好，也不是请进，而是哎呀，来啦！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反应过来，笑着点头，阿姨好。她很自然地接过水果，嘴上说的是你人来就好了，下次别带礼物了。我也很自然地回答了一句应该的应该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来一回几乎是固定搭配。进门换鞋坐下，整个过程我都在做一件事情，观察。不是刻意学中文那种观察，而是那种我现在应该干什么的观察。桌子上已经摆了一半菜，厨房里还有声音，电视开着，
但没人看。我坐在沙发上，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这时候，他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你坐着就行，不用管。”这句话我后来在脑子里反复回放，坐着就行，不用管。你如果只看字面，会觉得是在让你休息，但其实这句话里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你现在是客人。饭还没开始，但聊天已经开始了。他们在用一种不快不慢，没有刻意照顾你的中文聊天。我能听懂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靠猜。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因为我听不懂而停下来，也没有人一直问我：“你听懂了吗？”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生活里的中文，不是为了你而调整，但你可以慢慢走进去的那种。很快，饭菜上桌了，他妈妈一边摆菜一边说：“也没做什么，随便吃点。”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我依然觉得很神奇，因为桌子上完全不是随便。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看起来好好吃。”他妈妈立刻接了一句：“多吃点，多吃点。”这一刻，我终于进入了一个我听过无数次，但第一次真正参与的中文场景。而真正让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家庭吃饭，而不是菜，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饭一上桌，我才真正意识到，刚才只是热身。他妈妈一边给我盛饭，一边问我：“米饭吃多少？”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一点点就好。”这句话在我学中文的时候，一直被老师夸很有礼貌。但我说完之后，他妈妈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然后给我盛了一碗。不是那种象征性的一点点，是一碗，非常认真，非常完整的一碗。我那一瞬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你会发现，在中国家庭吃饭，说的话和发生的事不一定完全一样。你说随便吃点，但桌子上已经满了。你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但碗里还是会多出来一点。你说我真的饱了，但总有人会再加一筷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一直在注意我，不是那种盯着看的注意，而是那种一边做自己的事，一边观察你的那种注意。我加了一点菜，他就说：“这个好吃，你多吃点。”我慢了一点，他就说：“是不是不合胃口？”我喝水，他会说：“别光喝水，吃菜。”我那一刻意识到，吃饭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的事。他爸爸话不多，但偶尔会插一句，比如看到我停下来，他会说：“年轻人吃饭要有精神。”我听懂了每一个字，但组合在一起，我花了2秒钟才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笑了，点头说：“好，好。”真的是一个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非常安全的中文答案。我开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认真吃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当我慢下来，大家就会开始担心。没有人直接问我：“你是不是不开心？”但他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关心，比如：“你是不是吃不惯？是不是太辣了？要不要少一点？”这些问题表面上是问饭，但其实是在问你在这里还好吗？有一道菜我真的不太习惯，我犹豫了一下，只加了一点点。他妈妈立刻注意到了，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吃，而是说这个你可以慢慢来。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突然松了一下。慢慢来，这3个字，我以前只在学习中文的时候用过。比如，学中文要慢慢来。但那天我第一次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吃到一半，我已经有点撑了。我试探性地说了一句：“我有点饱了。”他妈妈立刻接了一句：“那你休息一会儿。”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被理解了，因为他没有继续劝，也没有表现出失望，他只是很自然地给了我一个缓冲的空间。饭桌上的聊天开始变得更随意，他们聊工作，聊邻居，聊最近的天气。我听懂一部分，也错过一部分，但奇怪的是，我不再那么紧张了，因为我发现我不需要每一句都听懂，只要你坐在那里，点头回应，偶尔说一句完整的中文，你就已经在参与了。饭快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事情差不多了，我心里已经在计划等一下怎么礼貌地告别。结果他妈妈站起来说了一句：“你别动，我去给你切点水果。”我那一刻才知道，在中国家庭，吃完饭并不等于结束。水果上桌，聊天继续。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控制吃多少这件事，只剩下一个想法：配合。配合这个节奏，配合这个氛围，配合这种慢慢来的方式。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我脑子里一直在回放刚才的画面。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我学到的不只是几句中文，而是中文在真实生活里的用法。不是课本里的对话，不是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而是什么时候该多说一点，什么时候该少说一点，什么时候一句好就够了。而真正让我觉得这次经历有点重要的，是在我回家之后。我坐在床上，突然想起他妈妈说的那句话：“你可以慢慢来。”我发现这句话不仅是对吃饭说的，也是对我学中文，对我生活在这里说的。那天回到家以后，我没有立刻做什么事，没有刷手机，没有开视频，甚至没有马上洗澡。我只是坐在床边，把外套放下，然后安静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有点累，但不是那种身体上的累，而是一种信息太多、感受太满的累。语言、表情、语气、节奏，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关心，他们在饭桌上都很轻，很自然，可回到一个人的空间里才慢慢浮上来。我开始回想整顿饭，没有人问我，你学中文学得怎么样？没有人说，你以后要多来，甚至没有一句很正式的欢迎。从头到尾，我一直被照顾着，这种感觉不是被当成客人，而更像是被暂时当成了自己人。我突然意识到，中国家庭里的很多温暖，不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是通过行为。多加的一筷子菜，多盛的一点饭，一句你别急，一句慢慢来。这些话如果写进课本，看起来会很普通，但在真实生活里，它们很重。
以前我学中文的时候，总是很在意我说的对不对，语法对不对，声调准不准，用词是不是地道。但那天之后，我对说中文这件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中文不是用来表现的，不是用来证明我学得很好，它更多时候只是用来让关系继续往前走。一句不完美的中文，只要是真心的就足够。我想起自己在饭桌上说过的那些话，很多句子如果放在考试里，可能拿不到高分，但他们都完成了一件事，让我留在了那个空间里。有时候，学一门语言最难的地方，不是发音，不是词汇，而是你敢不敢用不完美的方式参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因为哪里没听懂而感到沮丧，反而觉得有些没听懂的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允许慢慢来。如果你正在学中文，也许你会和以前的我一样，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不敢多说，不敢打断，不敢参与真实的场合。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需要准备好才能走进生活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中文课堂。在那顿饭之后，我没有突然变得更会说中文，但我变得更愿意开口了，更愿意接受那些不完美的时刻。如果你在学中文，这一期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讲义，里面有一些我刚刚用到的句子和表达，你听完之后再回头看，会更清楚。中文不是一下子学会的，它更像是一次一次被邀请进生活的过程。谢谢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们下次继续用中文慢慢走。学习讲义一，本期学习目标：通过本期播客与生活故事，你将能够一，听懂较自然语速下的生活口语中文；二，学会在真实场景中表达、感受、理解变化、文化差异；三，掌握非常常见但课本里不够生活化的表达；四，建立一种中文不是背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学习意识。二，核心生活词汇：一，与日常相处有关，朋友 friend， 做客 to visit someone's home， 热情 warm， 客气 polite， 习惯 habit。 例句：中国朋友对客人一般都很热情。刚开始我不太习惯这样的方式。二，与感受和变化有关，感觉 feeling， 发现 to discover， 慢慢的 slowly， 不一样 different， 适应 to adapt。 例句：我慢慢发现中国人表达关心的方式不一样。一开始我有点不适应，后来就好了。三，与语言学习有关，表达 to express， 意思 meaning， 自然 natural， 紧张 nervous， 放松 relaxed。例句：
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说出来不太自然。放松一点，说中文会更顺。3. 重点句型讲解。句型1，刚开始，后来。刚开始我有点紧张，后来就放松多了。用途说明，非常适合讲个人经历。句型2，对我来说，这顿饭不只是吃饭。用途说明，表达个人感受，非常口语，非常安全。句型3，不是，而是。不是他们不说话，而是他们用行动表示关心。用途说明，表达文化差异，非常适合播客观点总结。句型4，慢慢加动词。我慢慢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我慢慢习惯了这种方式。用途说明，中国人非常爱用，听起来很自然，不着急。4. 听播客时的理解引导，请你在听节目的时候重点注意： 1. 讲述者一开始为什么会不太自在？ 2. 他是在哪些细节中感受到关心的？ 3. 他对中文学习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不需要全部听懂，听懂大概就很好。5. 跟读或口语练习，请你大声读出或自己回答。1. 对你来说，学中文最难的是什么？ 2. 你有没有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适应的经历？ 3. 在你的文化里，人们怎么表达关心？提示：一句话就够，不追求完美。6. 表达升级练习，试着把下面的句子说得更自然。我不太明白。我一开始不太理解。我觉得不一样。我慢慢发现有点不一样。这对我很重要。对我来说，这件事很重要。7. 文化与学习总结。在中国生活和学中文时，你会慢慢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并不一定直接说出来。中文不是表演，而是一种沟通工具。真正的进步常常发生在你没注意的时候。就像节目里说的那样，学语言其实也是学怎么生活。汉语慢时光，和中文一起慢慢走。